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2026年的1月26号，星期一。那么前两天呢，有网友就问我啊，他说你能不能聊一聊黄金？那么今天我看了一眼啊，这个黄金呢，现在已经涨到了5000美元，白银呢，今天上午也到了110美元，现在是109美元啊。那么应该来说呢，黄金跟白银呢，都已经突破了历史记录，创造了新的历史啊。那么从基本面上来讲呢，这个黄金跟白银呢，似乎啊现在有很多的理由呢去支持它，对吧？比如说啊，像什么俄乌战争啊，还有什么中东的马上这个美国好像又要去打伊朗了，对吧？这种地缘政治方面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川普啊，美国对欧洲国家啊，什么格陵兰岛啊，然后又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税的威胁啊，还有就是比如说什么美国的政府这两天又要关门啦啊，然后美联储的这个主席要换人啊，反正就各种各样的，对吧？包括后面还有像美联储主席换人以后，是不是要美元进行一个降息啊？都是这种就是支持黄金或者白银继续上涨的这种基本面的理由。那么白银这方面也有什么工业用品的需求，对吧？什么 AI 需要白银啦，或者说什么库存又没有啦啊，反正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理由啊。那么说实在的啊，就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上，我一个小小的投资散户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其实这么多理由我是不懂的啊。我讲了实在一点，就是我这个人，就我的见识啊，我的这种思维，就是你把这些东西给我硬塞到我脑子里面，你给我解释一遍，可能我就是能听懂解释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不精通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像比如说我今天去一个国家哪里去玩去旅游啊，就是你给我解释一下啊，这个国家这里什么情况，什么那个状况呢？你讲这个东西，我听了能够明白，但是你让我说我真的有多精通这件事情，多了解，深入的了解，我是不懂的啊。所以呢，我现在看到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价格是很高的，对吧？那么价格很高呢，就一定会有下跌的可能性啊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只涨不跌的东西的啊。就像那个最近，其实，在世界各国啊，我已经看到很多很疯狂的画面，比如说像那个中国，好像有一个地方叫什么水贝还是什么地方啊，是在深圳的，很多人就排队啊，去买什么金块啊还是银块那些东西啊，就要实物把它搬回家。其实中国的房价啊，在前几年，这个是我亲自经历的，对吧？就前几年也是啊，大家就喊这个房子是不可能跌的啊，这个什么国家会给他托盘的啊，什么房子要跌了，银行就要全倒闭了，什么什么的。但现在房价大家都知道，房价就下跌了啊。那这个白银也是的，现在这个白银你只要去问一个，就是门口排队的那些人，他们都说啊，这个银子是不可能跌的。你到各大的那种金融论坛啊，或者说投资的那种什么股票软件啊这种上面啊，这种评论区什么全是啊，这个黄金是不可能跌的，白银是不可能跌的，什么的。还有很多人就贴出了很多盈利的画面，对吧？那么有一句老话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要使人灭亡，要先让他疯狂，对吧？就这些人，在我看来，他们已经都发疯了啊，都已经发疯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呢，就是预示着啊，就随时有可能这个黄金白银呢会下降啊。包括什么？就是我身边的一些人，比如说一些亲戚啊，什么都来问我了啊，说我什么有一些什么金的镯子啊，金的什么首饰啊，这种很粗的那种项链啊，什么东西的，要不要给他去卖掉啊？现在价格很高啊，就能感觉啊，就这个事情已经能够影响到所有人啊。那么在投资，像这个巴菲特就说过一句话，对吧？就是什么，别人贪婪我恐惧啊，别人恐惧我贪婪，对吧？那现在这些人都像疯子一样，都非常的贪婪啊，
也不光是中国，其实世界很多国家、很多地方啊都有这样的新闻，什么泰国什么也大妈什么也在开始买黄金啊什么，就很多国家，欧洲也是的，也有很多人他们去买这种银啊、白银什么东西啊，在冰天雪地下雨呢，这些人去买。所以呢，从合理的、理性的角度来讲呢，我认为啊，就这个东西我是不会现在去投资的啊。首先呢，如果说我现在去看涨它啊，我说我要去做多黄金，那么现在已经涨到5000了，而且这个场面已经失控了，感觉这么混乱，对吧？那非常有可能啊，就是会造成这种踩踏事件，就有可能会暴跌。那我现在买进去就是接盘侠，对吧？如果说这个黄金它在10年以前它还没有涨起来的时候，但是我比如说当时我做了分析，我认为它未来会涨起来，或者说我在看到它要涨起来的这种势头，我顺势而为，我跟进去买了，然后我要把它给就是上涨，顺势而为，那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啊。那如果说各位你们问我问题的人也好，或你们大家网友也好，就如果说你们是在我前面说的10年以前或者之前，你顺势而为，你跟进去买的人，那我问你，现在你是在卖还是你会继续买进呢？就肯定你现在不会继续买进了，你肯定现在要不就是你现在卖掉，因为现在是高位了，对吧？比如说你是在这个黄金涨了1倍之前你买进的，那你现在肯定是卖掉了。白银涨了2-3倍，你肯定现在也是卖掉了，或者说你再看一看，或者说你先卖掉一半，对吧？这都是有可能的，但你总不可能就说你现在再把它进去再买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不太会选择现在进去买做多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做空风险也很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这个交易的理论来讲，就是说我们去投资什么东西来讲，我肯定是要顺势而为，就我不能说我是逆着去做，对吧？除非我觉得马上就要转向了，马上就要下跌了。但是往往呢，就是作为一个散户个人来讲啊，我是极其不建议大家去做这种逆势的这种操作啊。当然，你就说你极少的，就像我如果纯粹是一个买彩票的心态啊，我比如说我就觉得它要下跌20%，我就进去买，我也不用什么主力资金，我就买个一部分，就这样买彩票了，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，是没问题的。但如果说今天我是主力资金，我投资的钱比如说50%、60%，我进去做空做白银，或者是做黄金，那你图什么？你预期就是比如说你要它下跌10%、20%，那能够下跌能够赚到20%、10%的股票啊，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太多了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去顶着这样的一个风险呢？就顶着一个一路上涨的风险去做空呢，对吧？除非就说是很小一部分钱，比如说我前几天我也想过要去做空白银啊，那么我前几天比如说我股票我已经赚了一部分钱，然后我觉得我拿出10%，我去做空白银，就当转手玩一玩。那要是亏了，那我设一个止损位，对吧？我就卖掉，那也就算了啊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其实市场现在是涨是跌，现在是一个最难操作的位置啊。就是说，你不管是去买涨还是买跌，都很难的。那我觉得呢，就是要给它设置一个非常就是你要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止损位，就你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都没有任何问题，就只要你是拿小资金，你去做的玩一下啊，我觉得都没问题。就说你感受一下，你也参与一下这个历史时刻，对吧？如果说，比如说我现在我去做空，明天白银正好跌了，那我也吹牛是吧？我留一个吹牛的这个题材啊，你看啊，我在这个历史转折点啊，别人都在疯狂买，你看我做空，我赚到钱了，对吧？就是说你这种娱乐的心态，我觉得你这么去做是 OK 的，我也支持，我也会这么做。说句实在的，
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这种价格啊，然后我们还是考虑啊，去赚它20%。现在黄金已经5000，白银已经100多，你觉得高不高？你觉得这个价格高不高？如果让你再看着它要涨你能猜到多少？我觉得很多人他讲话已经开始有点，就他说我要看到150，我要看到200白银，黄金我要看到8000，这种就是完全就是他已经就是凭空的就开始说出一个数字，对吧？因为他的依据就是你看之前就从那个价格现在涨上来了，这么疯狂，那他还能再疯狂一下？他的理论是这个。那其实这种情况就已经失去理智了啊。所以就是我觉得做这个东西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设好止损，这跟过去不一样。比如说你在去年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说你不设止损，你说我黄金我要继续看涨，我继续买进去，那么万一当时跌了啊，你说你不设止损，那你要如果是长期的，或你买个大金块回来，你再放几年还有可能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万一真的你现在买在一个历史性的高位，不管你是买个大金块还是你要去那个，那你就有可能会极长时间的啊，你就会放在你手里面，更别提啊，就是还有很多，比如说做杠杆的，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时机贷款借钱啊，我就看到就是居然有那些网上有一些大学生，他们去贷款去借钱啊，然后来买什么黄金白银这个东西啊，那么这个万一如果失败了，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开始啊，对这个大学生的人生来讲，对吧？那如果成功了，那也是一个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开始啊，因为就是说你的人生一开始就是在一个非常高风险、非常投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啊，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资本的力量啊，这种东西真的就是能够腐蚀到人心啊，就是人已经都发疯了啊，好吧？那么这个就是我对目前黄金和白银的看法。我是不会去预测这个价格的啊，因为说实在的，现在这个价格已经超出我预测的能力了。比如说，我觉得黄金到4500、4600，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。我就看到涨到现在这个价格，我根本就没有能力预测，我根本就不懂，我就这么明的讲。但我认为就是说，懂的人也很少。我觉得没有人现在谁站出来说我就是能够知道黄金会涨到多少钱，你就说一个数字就能够说到涨到这个价钱，对吧？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，有人做到他早就倾家荡产，他就砸锅卖铁进去买了，除非你从未来穿越过来的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啊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危险的。它不像你买了一个股票，比如说你今天苹果公司买了一个股票，它今天不好了，但过2天说不定它一个新的产品好了，就销量又上去了。就说它是有一个实际的东西在运营的。你买这个黄金白银，现在其实完全就是一种零和游戏，就是你在赌一把这个数字会不会到这一点，对吧？说白了就跟你去买一个什么跑马呀，买一个什么，就是说它感觉现在这东西像一个娱乐性的东西啊，所以我说娱乐一把是没问题的，你千万不要就沉迷在里面，然后把它给就是去以这种赌博的心态啊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就先聊到这。